吃，就知道吃！你爹娘当初怎么没把你带走？铁柱肯要你，那是你上辈子烧了高香。乡下老宅，我这是重生了。夏楠啊，你婶婶说话直，但心是好的。铁柱是保安团的副团长，家底子厚，你嫁过去吃香的喝辣的，比在咱家吃糠咽菜强100倍。就是，人家给了50块大洋，20担粮食的彩礼，这10里8村哪个姑娘有这身价？我竟然真的重生回了18岁，回到了被卖的前一天。上辈子我父母在战场牺牲，林建国、张翠花为了霸占抚恤金，骗我是孤儿，让我给他们当牛做马10多年，最后更是把我卖给了张铁柱那个畜生。这辈子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得逞，欠我的我要你们连本带利，血债血偿。婶子，如果我嫁给张铁柱，这50块大洋给我吗？给你？你想得美！养你18年，难道是白养的？这钱是我们应得的辛苦钱。夏楠，你婶婶说话不好听，你别放心上。这钱啊，叔先给你存着，等你生了娃再给你。我们还能贪你这点钱不成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听叔和婶的，我嫁。死丫头，这次倒是听话了。这就对了，快去准备准备吧。我和你婶儿一会儿去镇上扯几尺红布，给你做嫁衣，明天就嫁过去了。好，让我嫁，做梦。死丫头，在家就记得给老娘老实点儿，把猪喂了，把院子里的干柴劈了，要是敢偷懒儿，回来我扒了你的皮。终于走了。让你们拖我抚恤金，让你们骗我是孤儿，今天我就要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都拿回来！爸妈，女儿终于找到你们的证明了。327块，这笔钱是我父母用命换来的，他们却1分都没给我花过，全攒着给他们儿子娶媳妇。林建国、张翠花，你们给我等着，这笔用命换来的钱，我要让你们加倍吐出来。不行，这样走太慢了，等天黑都到不了县里。小姑娘，你不要命了！师傅，求求你带我去县里，我家里人病重，在县城的医馆等着我送救命钱过去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督军，您看，让他上来。是，让他上去。我终于逃出来了，爹娘，我一定会认回你们。哟，小丫头，一个人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滚！去临江城的车票解决了，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对付一晚上，明天我就能离开这个地方了，去督军府申冤，让林建国和张翠花付出代价。张团长，你要找丫头就在这里面，我准没看错，瘦瘦的，眼睛挺大。夏楠，给老子滚出来！他娘的，收了老子的彩礼就敢跑，今天非玩死你不可！张铁尊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开门！死丫头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赶紧给老子滚出来！不行，绝对不能落到这个畜生手里。还敢跟老子装死？没时间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嘿嘿嘿嘿嘿，臭娘们儿，看你往哪儿跑！跑！你快点跑，绝对不能被抓住！给老子站住！你再跑！
抓住你了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好疼！有枪，是督军府的人。是他，昨天搭车的那个小姑娘。救我！求求你救我！你谁啊？赶紧滚开！这是老子的家务事，我抓我自家跑出来的婆娘，关你屁事！我看这姑娘的样子，不像是和你有关系。有没有关系？你说了可不算。我根本不认识他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放你娘的屁！你都收了老子的彩礼，还敢胡说八道？看老子不撕烂你的嘴！这位先生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动手动脚。我动手动脚怎么了？她是我花了50块大洋、20担粮食定下的媳妇儿，后天就过门。她偷了家里的钱跑了，她家里人让我把她抓回去，天经地义。你说她是你的媳妇儿，有婚书吗？还没办席，哪来的婚书？但我们两家大人都说好了，彩礼也给了，她就是我的人。没有婚书更帖，就不是合法夫妻。就算是明媒正娶，你也无权捆着她，逼着她，更别说花钱买人。大清早就亡了，现如今是民国了，妇女也不是任人买卖的货物。真当临江省是你能撒野的地方？这位长官说的对，妇女也是人，不是花钱买卖的货物。如果你还要继续纠缠，那我们就去治安署说个清楚。哎，兄弟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您看，这是我的通行证，我是本村的保长，也是镇里保安团的副团长。这个还真的是我未过门的婆娘。她吧，这儿脑子有点问题，精神不太好。这不，偷来了家里给她办嫁妆的钱就跑出来了，我们全家都快急疯了。不信你问她，看她身上有没有通行证。哎呦，原来是脑子有毛病啊！难怪呢，看着就疯疯癫癫的。有通行证，还是保安团的，那应该不是坏人吧？小姐，你的通行证呢？通行证？我上哪儿弄通行证啊？兄弟，你瞧见了吧？他拿不出来，他就是个……哎，家丑不可外扬啊！我这就把他带回去，好好看着，不让他再出来给社会添乱了。等等，我父母是铁血团的战士，铁血团英雄。我的父亲林建军，母亲苏梅，是临江省军第46军136师407团的战士，他们都牺牲在了战场上。我的叔叔林建国，婶婶张翠花，侵吞了我父母用命换来的抚恤金，把我当牛做马守了18年，如今又为了50块大洋，把我卖给了这个无赖。我没有通行证，是因为我是偷跑出来的，我不跑就是死路一条。先生，你相信我，我的父母是英雄，我要去临江督军府，我要去申冤，我要去问问英雄的女儿是不是就活该被人欺负，活该被人当牲口卖掉。先生，求你帮帮我，我说的全都是真的，我没有撒谎。你疯了吧？还英雄？你爹娘是谁？我不比你清楚。2张嘴皮子一碰就开始吹，你咋不说你是玉皇大帝的闺女？干脆给你建个庙，把你供起来得了。407团，那不是我父亲当年带过的团吗？你再说一遍，你父母所在的部队。临江省军第46军136师407团，原铁血团，林建军，苏梅。哼，你还真敢编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胡乱说话，可是要被抓起来枪毙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林夏楠。
哪个夏，哪个南？夏天的夏，楠木的楠。你说你是保长根正苗红，那你应该知道，伪造证明、诬告陷害、当街强抢民妇，这些罪名加在一起，够你去蹲大牢蹲到死了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诬告了？他就是我家的。你说他偷了钱，偷了多少？报个数，我们现在就去治安署报案，让他们死。你说他脑子有问题？哪个诊所开的证明？拿出来我看看。要是都没有，我是督军府的人，我有责任保护地方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。这位姑娘，现在由我保护。跟我走。长官好。他居然是个长官。请进。给他处理一下伤口，用最好的药。哎呀，快坐下！怎么会伤成这样？麻烦你去找一身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，要合身一点的。好的。我叫陆征。哪个征？铁骨铮铮的铮。陆长官，刚才在街上你问了我父母的部队番号，你是不是知道这支部队？46军是英雄部队，在战场上打过好几个硬仗，大家都知道。火车票去临江城哪里？临江督军府。我要去档案科，去列属抚恤处查我父母的档案。我要去找部队，为自己伸冤。你没有通行证，怎么买的票？3等车厢不用查验通行证，只看车票。2天2夜，你要坐3等座过去？没关系，我能行。只要能离开这个地方，别说坐2天，就是站2天，我也甘之如饴。你这小姑娘，倒是真有点英雄后代的作风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吃饭。吃完饭，我送你去火车站。不，好吧，谢谢。吃饱了？饱了。那个，我听他们都喊你长官，你是这里的大官吗？我不是这里，只是来这边出趟公差，而且我也不是什么大官，只是这身衣服穿得久了，有个虚名而已。他绝不是普通军官，不过和我没什么关系，他只是我的恩人而已。那谢谢你，陆长官，谢谢你这顿饭。不用，保护地方百姓是我的任务，更何况你还是英雄的后代。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去车站。这是什么？药包，收好，里面有点滴、纱布和棉签。路上的水不干净，伤口每天都要换1次药，先用点滴擦，再用纱布包好。陆长官，这个我不能要。拿着，路上用得着。我有钱，足够我到临江城。要我收下，钱请你一定收回去。这份恩情已经太重，再结钱就真的还不清了。不用紧张，很快就到了。你从这里上。可我3等座车厢在后面，现在挤不上去。你从这儿上车，再往后走几个车厢就是了。陆长官，今天的事我一辈子都记得。等我到了临江城安顿下来，我一定给你写信。
到了临江城，先去督军府官驿，用我名字登记，就说是我让你去的。我会和那边打电话说清楚，你把车票给他们看就行。你没有通行证，住不了旅店，关以安全。真的很谢谢你，陆长官。快上车吧。要开了。他们就在那儿，狗男女！别怕，上车。别怕，上车，马上。敢跑，还不给我滚下来！死女人！上车，关门！滚下来！给我滚下来！站台保卫科！李向南，你给我等着！还有你他妈也给我等着！老子不会就这么算了！督军，把人移交治安署，按强抢民女寻衅滋事从重处理。督军，你放心，我们肯定会严查这件事的。再见了，陆征。再见，这个困了我18年的小镇。哎，你们刚才瞧见没？我好像在站台上看见陆征了。真的假的？哎，方瑶，他不会是特意来看你的吧？陆征？胡说什么呢？他去那个偏远地方都快1年了，怎么可能知道我坐这趟车？再说了，他是临江督军又怎么样？非要亲自带兵去边境剿匪，枪林弹雨的。我可不想年纪轻轻就守活寡。我家里已经给我物色了财政厅的公子，安稳过日子才是正经。真可惜，那可是督军夫人啊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位置。行了，别说这些了，都过去了。我家里也不同意我再和他有什么瓜葛，前线太危险了。就是，哎，我这里有麦乳精，你们谁喝？我去冲。原来他是督军，临江府督军。罢了，不管他是谁，都是我的恩人。谢谢。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有人晕倒了！快叫大夫！这车上有没有大夫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！老周，你撑住！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严重成这样了？肚子里跟火烧一样，这烂口子怕是要了我的命了。这是咋了？看着像是旧伤感染了吧？我的天，这都流脓了，要出人命的！快去找乘务员，问问车上有没有医生。医生，车上有没有医生啊？有没有人能救人？旧伤未做规范清创，引发重度腹腔感染，伤口已经溃烂化脓，出现感染性休克前兆了。这趟车到下一站还要3个多小时，等开到地方再送医院。感染扩散引发败血症，人早就没了。救还是不救？我手里只有陆征给的简易急救包，连正经的手术刀、无菌缝合线都没有。在这不停晃动的火车上做清创缝合，一个失误就是感染加重大出血。可我不救，他必死无疑。人命关天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让开，都给我让开！想让他活，就给我腾出干净地方。小姑娘，你干啥？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娃，能治得了这烂口子？他这是旧伤重度感染，里面全是烂肉和脓液，再不清创排脓缝合止血，引发败血症，神仙也救不活他。要干什么？这伤口都烂成这样了，你一个小姑娘瞎动什么？你可怎么做完了？这是要活活折腾死人啊！快拉住他！这种开窗挖肉的事，老郎中都不敢轻易碰，你一个小姑娘懂什么？快住手！真是疯了！这种要命的事儿，一个小姑娘凑什么热闹？就是说，哪有往烂伤口里下钳子挖肉的？这哪里是救人，分明是害人！快把他拉开！再这么弄下去，人当场就没了！不想他死，就别碰我。现在松开我，他还有救呢。你们再拦着，他3分钟之内就能断气。
有谁来帮我擦擦汗，别挡着光。我来。好了，居然真的弄完了！我的天，烂肉清干净了，口子也缝上了，人呼吸都顺了。这小姑娘难道真的会治病？太神了！别高兴得太早，这种感染的口子，谁知道是不是回光返照？就是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，万一后面烂得更厉害，他担得起责任吗？你不许走，就在这等着。要是老周出半点事儿，你别想逃！让一让，都让一让！病人呢？病人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谁让你私自给病人做感染窗口清仓缝合的？没有无菌环境，没有专业器械，这不是胡闹吗？这是好完美的创口缝合术，坏死组织清理的彻底，脓液完全排光。这手法比很多留洋回来的医生都要老道。医生，您说的都是真的？他这手术是做对了？当然是对的，这是最标准、最及时的清创手术。要不是这位小姑娘一针一线清理烂肉、缝合创口，及时控制住了感染，再晚半个小时，就算是我带着全套手术器械来，也救不回她的命。小姑娘，这种没有专业器械、没有无菌手术室，还在持续晃动的车厢里的手术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母亲生前是卫生员，我从小跟着她留下的医书学，也跟着乡下的郎中学过几年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你还真是胆大心细，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，硬生生从阎王爷手里把人抢回来了。快找2个身强力壮的，把他抬到行李架旁边的空地上，用行李围起来，保持平躺姿势，绝对不要随意挪动。再找2个干净的枕头垫在他腿下，缓解腹部压力。乘务员，麻烦你接一壶温热水过来，再找个干净的毛巾。小姑娘，对不住，刚才是我狗眼看人低，误会了你，我给你赔罪了。别这样，人没事就好。你真是活菩萨呀！我是他单位的同事，我叫王成，这是我们车间的周师傅。他这伤势干活不小心被铁皮划的，当时没当回事儿，谁知道能感染成这样？要不是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去跟他家里人交代。这小姑娘真是了不得，这么乱的情况，顶着这么多人拦着，都敢下手救人。看着年纪不大，本事可真不小。那手稳的，挖烂肉缝口子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老郎中都比不了。人长得俊，心眼还好，胆子也大，真是个好姑娘。刚才我们还误会人家，真是对不住了。小姑娘，你这缝合针、止血钳，还有消毒用的点调麻醉剂是哪儿来的？这种配置的急救包可不常见。一位先生给我的，他给了我这个急救包，让我路上应急换药用的。这种急救包是前线部队才会配发的规格，能把这个交给一个小姑娘，那位先生绝对不是一般人。原来是这样，今天这事儿你不光救了一条人命，也帮了我们大忙了。等到了下一站，我们就联系当地的医院，把他送下去做进一步的抗感染治疗，后续就不会有大问题了。你也辛苦了，多亏了陆征给的医疗包，刚才那种情况，万一失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幸好我成功了。上辈子我被舒婶和张铁柱所害，落下一身病痛，大半辈子都待在医院。从赤脚医生做到县医院院长，手术刀拿了几十年，什么样的感染桩口都处理过，但也仅限于此了。一辈子都没机会走出那个小村子，也没有健康的身体。可这一世不同了，或许我的人生还有成就另一番天地的可能。快点，这边。小姑娘，这是我们单位发的肉干，你路上垫垫肚子，等老周好了，我们一定写信好好感谢你，你就是我们全家的恩人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林夏楠。好名字。今天的事儿多亏了你，你是个难得的好苗子。有没有想过，以后也穿上白大褂，正经行医救人？想过，我一直都想。好，有志气，好好学，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。对，肯定有机会的，我一定能穿上白大褂，堂堂正正的行医救人。
你们可算回来了。这次去实地学习怎么样？收获大不大？还行吧，就是一路坐火车太累了。对了，赵医官呢？怎么没跟你们一起下车？别提了，昨天车上出了个急事儿，3等座车厢那边有个工人师傅旧伤感染，烂穿了肚子，人都烧得休克了。赵议员赶过去帮忙，中途跟着救护车把人送到当地的医院去了。他说他自己买下一班车票回来，让我们先走。这么严重？那赵医官可真是厉害，这都能救回来。赵医官是厉害，不过最神的还不是他。听说在赵医官到之前，有个看着年纪不大的小姑娘先动手了，在晃得快散架的车厢里给人清烂肉缝伤口，硬生生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了。小姑娘？什么小姑娘？也是咱们部队的？那哪能啊，就是个坐3等的普通旅客。听说也就18、19岁的样子，拿着根缝衣针就敢往人肚子上扎，胆子也太大了。人命关天的事，他也敢乱来，万一出了事怎么办？这不是胡闹吗？现在是民国了，多的是想出风头的人，有些一知半解的人以为自己懂得很，也就是赌运气罢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我看啊，8成就是想出风头。现在有些人为了表现自己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幸好是碰巧给救过来了，不然他就是杀人犯。也不一定是想出风头，说不定人家真是懂点急救知识呢。换作是你们，看着人快死了，敢上手吗？懂什么呀？一个乡下丫头片子能懂什么？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赵医官后来不是也说了吗？也就是运气好，缝的位置没跑偏，不然神仙也难救。活了这么久，这些人什么意思我早就知道了。你做得好，有人会觉得你是运气；你救了人，有人会揣测你的动机。不管怎样，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行了。爸妈，女儿一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，也一定会活出不一样的人生。你好，请留步。你好，我找陆征，是他让我来的。陆征，哪个单位的？这个我不太清楚，他只让我到这里，用他的名字登记入驻官驿。你在这里等着。有个姑娘说陆征安排她来驻官驿，你打个电话向上面请示一下。好。对，直接安排他住下，督军亲口下的令。竟是督军亲口下令安排的，这小姑娘不简单啊！进去吧，进门左拐，那栋3层的白楼就是官驿。谢谢你。安全了，我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暂时落脚，不用担心被骚扰、被算计、被追着卖去换彩礼的地方了。好了，正事要紧，父母的冤屈还没洗清，属于我的公道还没讨回来，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。进来。小姑娘，有事儿吗？您好，我想来查一下我父母的档案。你父母叫什么名字？哪个单位的？我父亲叫林建军，母亲叫苏梅，他们是18年前牺牲的。我的叔叔冒领了我的抚恤金，还骗了我18年，说我是捡来的孩子。姓名、部队番号、牺牲地点，能说具体点吗？临江省军第46军136师407团。这是我父母的合影，背面有记录。小姑娘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督军府只存着本建制内的英雄档案。去年全军大整编，很多部队番号都撤销了。你父母原来的部队番号早就没了，
档案也全都移交到省立档案馆了。可我叔叔从镇领抚恤金，你们这里不该有记录吗？抚恤金的发放是归地方管的，我们督军府办事处只负责英雄评定和归档。按照颁布的规定，带领抚恤金只需要家属提出申请就可以。办事处这边查不到具体的家属带领记录，更没办法只凭你一句话就确认你的身份。而且没有家属证明，别说查档案，你连省档案馆的门都进不去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的身份真的永远也没法证明了吗？我千里迢迢跑到督军府，难道连父母的档案都查不到吗？回镇里开证明，镇民政局的人这么多年对我这个英雄遗孤不闻不问，任由书审侵吞抚恤金，天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这一趟怕不是自投罗网，怎么办？难道这条路就要彻底被堵死了吗？这样吧，你先去你户口所在地的镇民政局申请开具和你父母的亲属关系证明，然后再去省档案馆申请调阅原部队的档案。有了这2样东西，我们才能帮你查。没有通行证和证明材料，我们这儿是真的没办法。纪念馆，那里面说不定就会有我父母的消息。是这里吗？长官好。小姑娘，你这是？我是想来看看我爸妈。这背景，这不是咱们市整编前的老营房吗？长官，您认识这个地方？认识，咋不认识？那时候我们班、我们排都在这门口照过相。那合照还在吗？都交上去了。大整编时候，部队番号撤了，我们这些人的档案还有这些照片资料，一股脑全都移交给了省档案馆。这纪念馆里陈列的都是后来划归到咱们临江督军府建制内的英雄。全部都移交了吗？一点都没留下。柜子里都是些老东西了，没人看了。按规定，这些都该销毁的，我舍不得，就都留下了。小姑娘，你过来。档案移交的时候，督军府这边会留一份移交回执单，上面不仅有接收单位的地址，还有具体负责的科室，甚至连档案存在哪个柜子里的编号都写得清清楚楚。有了，原省军第136师档案接收单位省档案馆3号库甲字17号档案柜。谢谢您。哎，你这孩子多大点事儿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爸妈是英雄，你是英雄的后代，可不能随随便便就掉眼泪。拿着这个直接去省档案馆，他们要是问起来，你就说是我让你去的，我叫陈广平，就说是陈老倔让你去的。档案馆那几个老家伙都认我这个外号。谢谢您，陈爷爷。你这年纪只怕是没跟你父母见过面吧？我今年18岁。听说我刚出生不久，父母他们就上了战场，把我托付给我叔叔婶婶抚养。虽然你的父母不在这里，但他们都是一样的年轻，一样的把命留在了战场上。去吧，去找你父母的档案，多留几张照片，也好留个念想。好。他们和我的父母一样，都在最好的年华为这个国家献出了自己的一切。这个国家
估计不知道还有多少像我一样的英雄后代，因为种种原因被蒙在鼓里，遭受着不公的待遇。为自己证明只是第一步，我能做的绝不止于此。有事？您好，我想查阅一份档案。通行证？我没有通行证，是督军府的陈广平陈长官让我来的。老倔陈，他还没忘了这茬呢，都多少年了。你要查的是136师的英雄档案？是。你跟陈老是什么关系？我父母是136师的英雄。今天去督军府纪念馆，碰巧遇到了陈长官。跟我来吧。小姑娘，我先跟你说清楚，陈老的面子我不能不给，但规矩就是规矩。没有督军府或者民政厅开的正式介绍信，你就算知道档案在哪儿，也永远看不了里面的内容。看不了内容，那线索就又断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就是这些了。我父母的过往，他们的名字，他们的牺牲，就在这其中一个袋子里。这是当年的档案移交总目录，你看这里，我只能让你抄这个名字，其他的一个字都不能多，这是我能做的极限了，再多我就要犯错误了。原步兵第136师英雄档案，刘继业，省政府民政厅抚训科，刘继业。谢谢你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行了，快走吧。小姑娘，路子已经给你指明了，去找这个刘继业，让他开介绍信，有了介绍信再来办手续。我记下了，今天真的太感谢您了。别谢我，要谢就谢陈老吧。刘继业这个名字我上辈子从未听过，但毫无疑问，这个人就是解开所有谜团的关键。18年来，就是他经手了我父母的抚恤金发放，他一定知道所有的真相。小姑娘，找谁？大爷您好，我找抚训科的刘继业。刘继业？哦，他早不在这儿了，去年就调到下面专区去了。那请问现在抚恤科是谁负责？我想查档案。3楼302抚恤科，现在谁管事儿我不清楚，你自己上去问吧。谢谢大爷。请进。您好，我想查一份英雄的档案，关于林建军和苏梅的。英雄档案？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？他们是我的父母。有镇以上人民政府开的亲属关系证明吗？或者户口本、出生证？没有，我就是因为开不到证明才来这里。我父母牺牲的早，抚恤金一直被叔叔冒领，我没办法在镇上开到证明。小姑娘，你的情况我表示同情，但查询英雄档案，特别是涉及抚恤发放记录的，手续非常严格，必须有地方政府出具的正式证明文件，证明你的身份和与英雄的关系，我们这里才能受理。这是规定，没有证明，我没权限给你查，也没办法给你出具任何文件。我去过省档案馆，他们告诉我，当年我父母部队的档案是移交给咱们处刘继业接收的。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，或者告诉我怎么能联系上刘先生？刘继业已经调离了，他经手的工作都已归档。小姑娘，不是我不帮你，规矩就是规矩。我如果今天因为你情况特殊就破了例，那明天再来10个、100个有特殊情况的，我这工作还怎么做？档案管理的严肃性还要不要了？你回去吧，回你户籍所在地，想办法把证明开出来，这是唯一的
也是必须的程序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他说的对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可这规矩现在却成了困死我的铁笼。小姑娘，我看你年纪轻轻，一个人跑到城里来不容易，但我就是个办事员，只能照章办事，你要体谅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又回到原点了，镇上的证明，林建国在那里经营了10几年，民政局的人恐怕早就被他打点过了，谁会给我这个疯丫头开证明？难道这条路真的走不通了？不行，不能放弃。上辈子熬了那么多年，都等到了真相，这辈子有了重来的机会，怎么能被一纸证明难倒？陈爷爷，对，也许陈爷爷还能有别的办法，或者无论如何，先离开这里，再做打算。死丫头，可算让老娘逮着你了！我看你往哪跑！死丫头，可算让老娘逮着你了！我看你往哪跑！长本事了啊！敢偷家里的钱跑出来，看我不打死你个小娼妇！钱呢？大洋呢？都给老子交出来！他们竟然追来了，还追到了督军府总军大院门口！放开我！放开你！做梦！偷了我们家的钱，还敢住这么好的地方，你哪来的脸？我今天非得把你扒光了，看你把钱藏哪儿了！该死，那里面有我父母的照片！啊！反了天了，你还敢咬人！站住！你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再敢动我一下试试！你瞎嚷嚷什么？你看周围！各位乡亲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家里孩子不懂事儿，闹了点矛盾。夏楠啊，你跟叔叔婶婶赌气偷跑出来，我们找了你几天几夜，心都要操碎了。你怎么能这么对叔叔，还咬人？赌气，偷跑，你们会千里迢迢追到这里，不就是因为我知道了吗？我已经知道我父母是英雄，知道你们侵吞了属于我的抚恤金，我来这里就是找督军府申冤的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什么英雄？什么抚恤金？你个小贱蹄子是发癔症了吧？我看你是偷了家里的钱，怕我们抓你回去，故意编瞎话吓唬人。夏楠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你从哪儿听来的这些疯话？我们养了你18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们？我爸叫林建军，我妈叫苏梅，临江省军第46军136师407团的战士，在战场牺牲。叔叔，这些名字，这些部队番号，我没记错吧？你们从镇里领走的那笔钱，真当我不知道是什么吗？你们把我当牲口使唤，最后还要卖给张铁柱换彩礼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你们花的是我爹妈用命换来的钱？这死丫头竟然全都知道了，不行，绝不能让事情闹大！啊，我的天爷啊，没天理了！我们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，给他吃给他穿，就盼着他好，他倒好，偷了家里的救命钱跑了，还跑到这儿来败坏我们名声啊！我怎么就养了这么个白眼狼啊？你怎么能这么对叔叔婶婶？我们知道你怪我们没本事，让你跟着我们吃苦了，可你也不能偷家里的钱呀！你还把家里砸了，这让我们带着你弟弟可怎么活呀？这姑娘看着文文静静的，怎么还偷家里的钱？好像家里还有个弟弟，这是把家底都掏空了。哎，这姑娘看着是可怜，但偷钱总是不对呀。什么父母？你没听见吗？是叔叔婶婶，这姑娘是个孤儿。安静！政府种地，不许喧哗。有什么事儿去别处解决。长官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都怪我们没管教好孩子。这孩子，哎，他最近是有点糊涂，我们是怕他一个人在外头出事儿，才一路追过来的。长官，我们马上就带他走，不在这儿给您添乱。是啊，是啊，这位长官，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我没偷钱，他们在胡说。我也没糊涂。
你去跟里面值班的王处长报告一声，门口有纠纷，牵扯到一位自称是鹰球后代的姑娘，情况有点复杂。小姑娘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还在这里闹出这么大动静？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，没有证明材料，我们没办法核实你的身份。哎呦，长官您可要给我们做主啊！这孩子是我们收养的，现在偷了钱跑出来，还胡言乱语，非说自己是啥英雄后代，这不是给我们家招灾吗？我们这就把他带回去，好好管教。是啊是啊，长官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不懂事儿，我们这就走。原来是冒充的，胆子也太大了。为了不回家，啥话都敢说。看着挺老实的，心眼怎么这么活过？这些人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只相信看到的吵闹，听到的哭诉。这林丫头也太不懂事了，凭什么？老督军麾下铁血团英雄灵剑军苏梅之女林夏楠，恳请长官为我伸冤。什么？你疯了！你起来！别碰我！今天你们要是敢把我从这里拖走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门口。我倒要看看英雄的女儿是不是连一条活路都没有。你个不要脸的死丫头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想把我们都害死吗？我父母是省军第46军136师407团的战士，18年前牺牲在了战场上。18年来，我叔叔林建国、婶婶张翠花冒领我父母的英雄抚恤金，对我百般虐待，逼我退学，把我当牛做马。如今他们竟要把我卖给一个无赖换彩礼。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部队番号都说出来了。要是真的，那他叔婶也太不是东西了，侵吞英雄的抚恤金，还卖人家闺女。你看他叔婶的脸色，白的跟纸一样，我看8成是真的。但我听说这姑娘还是个姓陆的长官亲自安排住进官驿的呢，应该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。姓陆的长官，该不会是……如果这姑娘所言属实，那这就不是简单的家庭矛盾，而是严重的违法事件，必须高度重视。长官啊，冤枉啊！我们是冤枉的，这孩子他是真的糊涂了。他说的这些都是没影子的事儿。我们承认，我们家里穷，是亏待了他，可我们也尽力了呀。如今他竟然这样冤枉我们，我们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养了这么个仇人啊！李科员，我在这里维持秩序，您快进去向王处长详细报告。都起来，成何体统？这里不是你们解决家务事的地方。有什么问题，进来说清楚。是，长官，我们这就进去，一定说清楚。小姑娘，你也起来。是非曲直，督军府会调查清楚。在这里跪着解决不了问题，跟我进去，把情况一五一十说清楚。长官，我不进去。为什么？我怕我进去了，今天这事儿被当成普通的家庭纠纷调解了事。我怕他们俩凭着一纸不知真假的收养证明就能把我带回去，那我这条命就算是彻底废了。你胡说！长官，您别听他的。就是他是脑子有问题的，长官，我们这就把他带回家去好好教育。回家？回那个把我当牲口，最后还要卖了我换彩礼的家吗？长官，今天这事儿不是家务事，他们侵吞英雄抚恤金长达18年，这是犯罪；虐待、意图贩卖人口，这也是犯罪。
没想到这小姑娘看起来瘦瘦小小的，思路竟这么清晰，言辞也如此心理，说的话句句都打在7寸上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要见督军府能主事的长官，能为英雄做主的长官。我不相信，我父母为国捐躯，他们的女儿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在部队门口，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找不到。你个疯子，你就是个疯子！长官，你看他就是脑子不清楚，非要在这丢人现眼。让一让，麻烦让一让。您好，我是临江日报的记者，我叫钱斌。请问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记者都来了，这件事情闹大了。这事一旦见报，性质可就不一样了。不行，这事必须压下去。钱记者你好，我们正在处理一起反映的纠纷，具体情况还在了解中，请相信我们会公正处理。英雄后代当街跪求申冤，这可不是普通纠纷。记者先生，你可得给我们评评理。这是我养女，她糊涂了。我们是她唯一的亲人，辛辛苦苦把她养大，她现在反过来污蔑我们，我们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！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摊上了这么个白眼狼，好吃好喝给他供到了18岁，居然倒打一耙来污蔑我！我今天非要跟他当面对质，真是没天理了！小姑娘，你别怕，我是记者，你有什么冤屈可以跟我说，只要是事实，公众有知情权，我们报纸也有责任报道。信号不对。记者先生，我叫林夏楠，我的父亲林建军，母亲苏梅，原省军第46军136师407团战士，在战场上牺牲了。18年来，我的叔叔林建国、婶婶张翠花以监护人的名义，冒领了我父母全部的抚恤金。他们让我在家给他们当牛做马。前几天，他们还收了村里保安团副团长张铁柱的彩礼，要把我卖给他。你血口喷人！我没有胡说，我逃出来就是为了给我父母申冤。我去了省里，他们要我回镇里开亲属证明，可镇里我根本开不出来，我走投无路，只能来这里。我相信大家不会让英雄的血白流，不会让英雄的子女被这样欺凌。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愿意承担法律责任。这可是个大爆料，发出去肯定能轰动全国。标题就叫烈士遗孤跪求申冤，谁侵吞了英雄的抚恤金？小姑娘，你起来。我以政府的名义向你保证，这件事督军府立刻成立调查组，彻底调查，绝不放过一个坏人，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。现在请你们3位都跟我进去配合调查。钱记者，这件事我们会立刻成立调查组，严肃处理，请你相信我们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能力，并如实进行公论监督。当然，王处长，我相信你。作为记者，我也有责任对事件进行跟踪报道，直到问题得到公正解决为止。把他们都请到群众接待室，注意态度，分开询问。是。小姑娘，你也请吧。放心，在这里没人能伤害你。谢谢。王处长，怎么回事？许秘书，你怎么出来了？督军在办公室听到汇报了，让我出来了解一下情况。看来动静不小。看来这事儿必须快刀斩乱麻，尽快查个水落石出了。是，这件事涉及一位自称英雄后代的姑娘，还有侵吞抚恤金的指控，记者也在场。我已经决定立刻成立调查组。督军指示要依法依规，迅速彻查，给所有人一个交代，也给社会一个交代。你全权负责。
有需要协调的直接找我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了，现在没有外人，林建国、张翠花、林夏楠还有前记者做见证，你们三方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从头到尾说清楚。我提醒你们，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负责任，隐瞒撒谎只会让事情更糟。谁先开始？王处长、前记者，我们冤枉啊！夏楠这孩子说的都是糊涂话。我哥林建军，我嫂子苏梅确实是光荣的英雄，可他们牺牲的时候根本没有孩子啊！没有孩子，那他是谁？他是我们收养的，当年在火车站捡到的弃婴，眼看活不成了，我们心善看他可怜就抱了回来，想着我哥没能留下后，就替他养个闺女，也算有个念想，所以才让他叫我们叔叔婶婶。这么多年，我们是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啊！谁知道养大了她，听信了外头的风言风语，就非说自己是我哥的亲闺女，说我们贪了她的钱，我们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是啊，处长，我们为了养他自己儿子都亏待了，他就是喂不熟的白眼狼啊！表演的还真卖力，可惜漏洞百出。这事儿如果真如他所说，那就从侵吞抚恤金的案件变成了家庭内部的收养纠纷。小姑娘，你怎么说？叔叔，你说是在火车站捡到我的，请问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？当时我身上有什么信物，穿的什么衣服，哪个火车站？那都18、19年了，兵荒马乱的，谁还记得那么清楚？就是10几年前的冬天吧。冬天？我从小到大，村里登记过生日可都是夏天，怎么到你这儿就成了冬天捡的了？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？你叔给你登记错了不行吗？他说是冬天就是冬天，你个死丫头片子，抠这些有啥用？是吗？那我再问你，既然是正规收养，当年去办的收养证明呢？收养得有正规手续，有证明文件，你们有吗？我这有，当然有。我们当年去办了收养证明，白纸黑字盖着公章呢，不然政府凭啥承认我们是他监护人发抚恤金？对，有证明。你个臭丫头，以为我们是乡下人就好欺负？收养证明，我活了2辈子，怎么都没想到他们竟然还留了这么一手。如果真有这么一份东西，那事情就变得棘手。以林建国的老谋深算，他们绝对做得出伪造文书的事。这个年代没有 DNA 比对，我还能怎么证明我就是父母的女儿？叔叔，既然有收养证明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们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拿出来，非要等我质问才想起来？那不是被你气糊涂了吗？谁家遇到这种事儿还能想得那么周全？要不是你在这里胡说八道，我们哪会想起这陈年旧事？这番说辞可真是……王处长，既然他们说有证明，我请求由调查组亲自派人调取这份档案。王处长，我希望您能派人去村里，并且核对所有抚恤金的领取记录。我担心如果只让镇上自查，或者他们自己去取，最后拿出来的东西会和他们说的一模一样。这姑娘的心思可比我见过的很多成年人都要缜密了。胡说八道！你这是信不过政府，你这是什么思想？你这是在污蔑我们地方干部！好了，都别吵。钱记者，情况复杂你也看到了，双方各执一词。督军府接下来会立刻成立调查组，按照这位林夏楠小姐的建议，持正式公函调取相关所有档案，包括所谓的收养证明和抚恤金发放记录。我们会一查到底。王处长，
我等你们的调查结果。我相信督军府会公正处理。小姑娘，你的要求合理。为了保证调查的独立和公正，我们会派专人亲自去你们镇里调取相关档案，但是调查需要时间。跨省协调、调阅档案、核实情况，都不是1、2天能完成的。在这期间，你们所有人都需要留在城里，随时配合调查。这得花多少钱啊？去官驿安排一下，给这位小姑娘安排一间房，再给他们俩安排一间。在调查结果出来前，未经允许不得离开官驿，随时听候传唤。是。等等，谢谢处长，但不用麻烦另外给我安排了，我就住官驿。你怎么会住进官驿？那地方不是有钱都住不进去吗？官驿一般不对外，一个没有通行证的乡下姑娘是怎么住进去的？哦，你已经住进去了，是谁安排你住进来的？是一位叫陆征的先生。你认识陆征？陆征？这家伙又是谁？这死丫头片子，不是一个人从村里跑出来的吗？怎么先是认识了《临江日报》的记者，现在又冒出来一个人？听王处长的口气，这人好像还不是一般人。他爹，这陆征是谁呀？这丫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陌生有心机了？你胡说！你个乡下丫头，怎么可能认识部队里的人？你别是随便编个名字来糊弄长官吧？好，既然你已住下，那就继续住着。只给他们俩开一间房，另外核实一下安排住宿的情况。调查期间不要乱走动。我不走，我没钱住那么贵的官驿，一天一个大洋，那不是要我的命吗？闭嘴！还嫌不够丢人？处长，我们一定配合。叔叔婶婶，这只是开始而已。钱记者，今天多谢你了，也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王处长，客气，这是我的职责，后续调查还请及时通气。一定。这姑娘沉得住气。小姑娘还有事儿？不管怎样，今天的事还是谢谢您了，王处长。分内之事，你安心等待调查结果。我现在就去向上级详细汇报，并组建调查组。你是个明白事理的好孩子，保重。谢谢处长。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齐步走。这才是18岁该有的样子，是我从未拥有过的充满力量与朝气的样子。解散。累死了，这体能训练比在教室里背书难多了。行了，就你话多。听说下个月就要考核了，通不过可进不了战地救护队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今天大院门口出大事儿了。什么大事儿？快说说。来了个告状的，一个跟咱们差不多大的姑娘，说是他叔叔婶婶把他爹妈的抚恤金全贪了，还虐待他，要把他卖给村里的恶霸。天啊，真的假的？太可怜了。后来呢？民政部的王处长亲自处理了，听说还来了个记者，当场就把他那对黑心肠的叔叔婶婶扣下了，说要成立调查组，一查到底。该，这种人就得严惩。还有更绝的，我听说那个来告状的女孩现在就住在咱们旁边的官驿里，而且是陆督军打电话回来亲自安排她住进去的。陆督军？看我干什么？他安排什么人住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就是都过去的事儿了。我去洗把脸，热死了。还说没关系，这反应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当年是方瑶家里不同意他和陆督军继续交往，
觉得陆督军非要上前线太危险不稳定。方瑶也是听了家里的，就是安稳过日子不好吗？陆督军是优秀，可枪炮无眼。方瑶家那么好的条件，找个安稳归宿才是正经。原来只是因为这个，他执意要去最危险的地方。方瑶，你配不上他这份赤诚。小姑娘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赵医官，我来这儿办点事儿。今天大门口那事儿，那个来申冤的姑娘就是你。好孩子，受苦了，你做得对，这事儿就该反映。对了，跟你说个好消息，火车上那位周师傅恢复得很好。我今天早上刚跟那边医院通过电话，大夫说他已经脱离危险了。那边的主治大夫看了你处理的伤口，都说清创彻底，缝合精准，时机把握的恰到好处，是你实实在在的为他抢回了最关键的抢救时间。他居然这么厉害！您过奖了，我当时也是情势所迫，现在想想，其实还有点后怕。咱们学医的有时候就需要这份当机立断的胆魄，你胆大心细，是块好材料。对了，看这时间还没吃饭吧？走，我带你去食堂尝尝咱们的伙食，也算给你压压惊。不用了，真的不用麻烦，关义里有吃的。那怎么行？来了就是客，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小芳，过来一下，给你介绍个人。这位是林夏楠，就是我跟你们提过，在火车上见义勇为救了人的那位。小林，这位是方瑶，是我们这期战地救护队学员里非常优秀的一位。你好。你好，小林，吃饭去，带你尝尝我们学校的大锅菜，管饱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在火车站台上，我好像真看见陆督军了。他当时该不会就是去送这个林夏楠的吧？行了，都少说两句，去吃饭吧。2辈子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踏进这样的地方。父亲母亲当年是不是也曾在这样的饭堂里和战友们一起吃饭谈笑？老张，今天有什么好菜？给这位小姑娘多打点儿，她可是咱们的小英雄。赵大夫带来的人，那必须照顾。来，姑娘，土豆烧肉，多给你勺肉，白菜粉条，再来个蒸蛋，拌饭香。愣着干什么？快找个地方坐，趁热吃。快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对了，今天大门口那事儿具体是怎么个情况？要是方便，跟赵伯伯说说。我其实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。岂有此理！这世上竟有如此恶毒的亲戚，英雄遗孤，英雄的后代，他们也敢这么糟践。谢谢赵医官，不过王处长那边已经在查了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给我一个公道的。是啊，相信我们，你放心，只要事情是真的，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理。我们从不亏待任何一个为国牺牲的英雄，更不会让他们的后代受委屈。小林啊，刚才我看你在训练场那边看了好久，是对我们学校感兴趣？我看到那些女学员，觉得她们很精神。对，她们都是军医学校的女学员，上次咱们在火车上遇见，就是一起出去学习回来的。她们可不简单，不仅要学会医疗救护，还要参加军事训练，体能纪律一样都不能少。毕竟那可都是战场上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。赵医官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我也想当军官，进战地救护队，需要什么条件？想进战地救护队，好啊，有志气，这可是技术兵种，要求不低。首先得有文化，要考国文、算术、常识；其次，身体要健康，能吃苦。战地救护队训练强度不小。最后，社会关系审查要过关。你是英雄后代，这块优势很大。你今年多大了？念过几年书？我今年18岁，书没念过多少，
但后来一直有自己看杂书、学识字。身体我可以练，您如果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能通过考核。好，有这股劲儿就行。等王处长那边的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，我去帮你问问政策。你这情况特殊，说不定能有照顾，但考试还得靠你自己。谢谢您，我一定努力。林小姐，楼下有人找你。找我？是谁？是个军医学校的女学员，姓方。果然是他。我是方瑶。我知道，方小姐找我，这里说话不方便。你和陆征是什么关系？陆征先生是我的恩人，他救了我，还帮了我。只是这样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帮你？还特意打电话安排你住进来？方小姐，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陆征先生。至于他为什么帮我，或许是因为他是一位正直的人，看不惯有人被欺凌，也敬重我父母的牺牲。我来找你没有恶意，只是出于好意提醒你。我听说你是来申冤的，你这样清白的出身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最好不要和陆征走得太近。他这个人太不安分，也太不切实际了，很容易招来危险。不安分，不切实际。对，他明明有更好的选择，留在后方，以他的能力和身份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可他非要一根筋的去最前线，去最危险的作战部队。枪林弹雨，那是开玩笑的吗？今天不知明天事，跟这样的人牵扯在一起，有什么未来可言？你一个从乡下来的，可能不懂，安稳踏实才是过日子最要紧的。他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头，只会拖累身边的人。我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。方小姐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你追求的安稳日子很好，但总有些人愿意为了比安稳更重要的东西去冒险，去牺牲。陆征先生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自有判断。在我看来，他的选择恰恰说明了他是个有理想、有担当、值得敬佩的人。至于会不会被拖累，我相信能和他并肩的人，也不会是贪图安逸之辈。你又怎么知道多少年后是谁在拖累谁？一个死！林夏楠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你以为闹到这里找了记者就能把我们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没用。收养证明那是盖了红章进了档案的，是合法的。我哥嫂的抚恤金那是因为我是他们唯一的亲人，部队发给我抚养你的。你一个我们捡来的野种，还想翻天？我是不是野种？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我爹娘在天上的英灵知，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倒是你们拿着我爹娘用命换来的钱，夜里睡得安稳吗？就不怕我爹娘来找你们？你少吓唬人！少扯这些没用的！我问你，你从家里偷走的钱呢？53块大洋，还有那些粮票，你个吃里扒外的贼骨头！对，钱！你个白眼狼，偷家里的钱跑出来，你还有理了？钱，叔叔，你说的是哪笔钱？是我父母抚恤金里的哪一部分？我不管什么抚恤金，就是你从柜子底下拿走的那53块大洋，你别想抵赖。哦，那笔钱啊，你说是我偷的，有什么证据？是我按了手印的借据，还是有人亲眼看见我拿了？难道钱上写了我的名字？林夏楠，你
敢耍无赖？不是你拿的，难道钱自己长腿跑了？叔叔，你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说要讲证据、讲法律吗？那好，你说我偷窃，人证物证呢？没有证据，你就是诬告，或者我们现在就去报案，让他们来查，看看那笔钱到底该是谁的。报案？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我累了，要回房休息，你们也省点力气吧。对了，听说这关役1块大洋1天呢，吃住都得花钱。叔叔婶婶，你们还是自求多福吧。他爸，你听听，1块大洋他就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想把咱们的钱都给耗光。你嚷嚷什么？贤贵，你现在怎么不走啊？对，现在不是心疼钱的时候。那丫头现在有人撑腰，我们要是走了，不就成了畏罪潜逃？到时候调查组的人一查，黑的都能给说成白的。不行，不能走，他爸不能走。咱们要是走了，就真说不清了。这钱必须花。他爹，你说句话呀！难道就眼睁睁看着那小贱人骑在咱们头上？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林建国，我跟你说话呢！闭嘴！你现在跟我嚷嚷有什么用？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你就是把房顶掀了，也解决不了问题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那死丫头跟中了邪一样，以前3棍子打不出个屁，现在嘴比刀子还利，还有那眼神，看得我心底发毛。是啊，就跟换了个人似的，一个10几年逆来顺受的丫头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可怕？你先别管他中不中邪，我现在就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知道他亲生父母那件事的，是谁告诉他的？是啊，他怎么会知道的？这些年我们把秘密守得死死的，都说林夏南是林建国外面捡回来的野种，别说林夏南，就是整个村都再没有第3个人知道真相。那他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村里没人知道，咱们也从来没说过，他能上哪儿知道去？你再好好想想，这些年你有没有跟谁漏过口风，或者家里有没有来过什么生人？没有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咱们就得把钱吐出来。我疯了才会跟别人说，而且家里也没来过生人啊。如果不是从我们这里泄露的，那他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会不会是省军的人早就知道联系上他了？省军？咋可能？当年不是说他们所有人都死了吗？那可不一定，万一有活下来的，或者档案里有记录呢？万一人家是偷偷找上门的，趁咱们不在的时候。对，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突然变了个人，为什么目标明确的直奔督军府，他背后有人。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我说他怎么突然有胆子跑了？原来是早就找好了靠山。既然他不仁，就别怪我们不义。他不是想当英雄的女儿吗？那我们就让他当不成，让他身败名裂。啥意思？她一个乡下丫头，无亲无故，我们可是养了她18年的爹娘，我们说的话比她有分量。更何况她现在不是攀上高枝了吗？不是跟那个叫什么陆征的走得近吗？刚才不还有女学员找她吗？我们就说她偷钱跑出来，是因为在外面跟男人不清不楚，被我们发现才跑的。说她品行不端，恩将仇报。对，就这么办，让他偷鸡不成蚀把米，看谁还信他。申冤是第一，拿回属于我和父母的一切，让恶人伏法。然后就是参军，读医校，进战地救护队。这不只是完成父母的遗志，更是给我自己一个全新的、有力的人生。体能是短板，必须尽快调养锻炼。文化课要系统复习，医学有赵老师指点，加上我的知识储备，应该足够了。至于家世深查，只要我身份确认，就不是问题。这辈子我一定要好好的、精彩的重新活一遍。林夏南小姐，
王处长请你去一趟办公室。好，我马上来。坐。气氛不对，恐怕不是什么好消息。调查组回来了，我们去了镇民政局，调取了相关档案。确实有一份你叔叔林建国收养你的证明，时间是18年前的冬天，上面盖着当时镇民政科的公章。处长，您看，我就说我们是正经收养，这丫头就是糊涂，就是忘恩负义。白纸黑字写着呢，看这死丫头还怎么编。林建军和苏梅2位英雄，我们也核实了，他们确实是牺牲了，但是在部队的原始档案里，没有查到他们生育子女的登记记录。不可能，我母亲是在夏天生的我，生下我没多久就归队了，当时战事紧急，可能来不及报备，但我在镇医务所出生，医务所肯定有记录。问题就在这里。调查组去了镇医务所，但医务所早在4年前遭遇战火，档案室被炸，大部分记录都损毁了。你的出生记录没能找到。毁了？怎么会这么巧？真的全毁了，一点都没留下。我们托人多方查证过，当时战火波及，医务所损失惨重，档案留存下来的极少。关于你的部分没有找到。没有出生证明，没有部队登记，只有一份对方准备好的收养证明。从现有证据链看，这不就意味着我就是林建国收养的弃婴，跟林建军没有任何关系。听见没有？证据呢？拿出来呀！拿不出来，你就是骗子，是白眼狼。王处长，既然真相大白了，是不是该把这胡说八道的丫头交给我们带回去了？我们回去一定好好管教。从情感上，我倾向于相信这姑娘，但办案讲证据，可惜了。难道重活一世，我还要被这2个畜生拿捏，还要背负着这莫须有的罪名？行了行了，没证据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走，跟我们回家。别碰我！你还敢躲？苏静，这里是办公室。那也是我们家的事儿，处长您也不能不讲理吧？证据都在这儿摆着呢。处长别生气，不过这事儿既然清楚了，我们带孩子回去也是应该的。这几天给部队添麻烦了。你们真是当了半辈子的兵，我什么人没见过？林建国先生，我记得林夏楠小姐今年已经满18周岁了吧？是，虚岁19了。既然满18了，那就是成年公民，依法享有自主决定权，有权利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，包括居住地、工作，当然还有婚姻。现在是民国，不是旧社会那种卖儿卖女的年头，包办婚姻、买卖妇女，这都是旧社会的毒瘤。你们那套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早就过时了。不管是不是亲生的，是不是收养的，你们都没有权利逼她嫁人。处长，您这话说的，啥叫交易妇女？我们养了她这么多年，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，供她吃供她喝，这时候收点彩礼钱咋了？那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哪家嫁闺女不收彩礼？彩礼和逼婚是2码事儿。你们那是要把她卖给村里的二流子抵债，那是把人往火坑里推，那是给她找个好归宿。人家张铁柱家多有钱啊，嫁过去吃香喝辣，咋就是火坑了？处长、记者先生，您2位说的对，太对了。我们也没说非逼她嫁呀，这不是还没嫁吗？回去以后，我们肯定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，她不愿意，那咱就不嫁，这总行了吧？只不过呢，处长，
这孩子从家里偷跑出来之前，那是真真切切偷了家里的53块大洋和20斤粮票，这可不是小数目啊！我们带他回去也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要把这事儿弄清楚。就算是成年人，偷东西也是犯法的吧？我们做家长的，总不能看着孩子走歪路不管吧？王处长，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哪怕只是再查一查。小林啊，不是我不帮你，现在的档案记录确实对你不利，除非能有新的证人或者是新的物证，能直接证明你的身份，否则我们也只能走吧，别在这儿给长官添乱了，跟叔叔回家啊！等等，我能证明。这是我父亲从疗养院寄来的电报，王处长，你可以核实寄件地址和印章。您应该知道我父亲是谁。老长官，他身体可好？身体尚好，虽然还有些不大精神，但并不妨碍他为当年的部下作证。王处长若存疑，可即刻去电或去函核实。陆先生，我并非怀疑老长官，只是此事关系重大，必须程序严谨。我父亲曾去过136-407团，大战在即，他去战地医院慰问伤员。当时，一位姓林的尖刀班长向他汇报，说媳妇刚生了个女儿，还没满月，夫妻俩就都要上战场了，孩子托付给了老家亲人。我父亲当时就问过那孩子的名字。我陆征以整个临江省的军政信誉担保，林夏楠就是铁血团英雄林建军苏梅的亲生女儿。那天送你上火车后，我总觉得不踏实。张铁柱被抓后口出不逊，提到你父母番号时眼神躲闪，我便给我父亲发了加急电报，简要说明了你的情况和你父母的部队番号，问他是否记得。我想，若你要认亲，有位当年的长辈作证，会顺利很多。没想到，这封信来的正是时候。原来在我绝望奔逃的时候，他已经默默地为我考虑了这么多，铺好了我不知道的后路。陆征32年冬会战前夕，余父136师407团驻地视察，于战地医院遇该团3连林姓班长明建军骁勇善战，进项破身。其妻苏梅系该院卫生员，贤淑坚韧。夫妇二人谈及幼女，言生于盛夏，取名夏楠，取意生如夏木，坚韧不拔，性若楠木，可成栋梁。言及即将奔赴战场，托女于家乡亲人，神情虽汗犹溢。后闻该夫妇相继殉国，每思之慨然。今闻其女成年，欲寻亲申冤，特此证明。以上所言句句属实，余愿以数十年军旅生涯之荣誉担保。陆振邦手书。生如夏木，坚韧不拔，性若楠木，可成栋梁。夏楠，宝贝，我的女儿。2辈子了，整整2辈子，我第一次知道自己名字的真正含义。不是随便起的阿猫阿狗，不是多余的累赘，而是父母对我最深沉的期许和爱意。王处长，我父亲的记忆里，整个临江都有名。这封信够不够证明林夏楠的身份？够，当然够。陆老长官的手书加上军方档案，这就是铁证。林夏楠的身份即刻予以确认。独家记忆，战地托高，这才是真正的新闻点啊！慢着，他父亲现在疗养，是不是脑子不清醒？他说的话能当真吗？就是这在养病的老头子说的话能当证据？谁知道是不是这人为了偏袒这丫头，求他爹写的？你们这是污蔑，是不是污蔑？你们清楚。反正一个不在其位的老头子的话不能作数，这信不算数。
你说我父亲，一个为这个国家打了半辈子仗，身上留着10几处伤疤的人，会因为偏袒一个素未谋面的乡下姑娘，不惜赌上自己一生的名誉来做伪证？那谁知道你们当官的是不是都……林建国，我父亲刚曾挨过敌人3枪，还带队炸了敌人铁路，断了3根肋骨，背着战友爬回来。在战争时，他指挥的军队更是死守阵地7天7夜，没让敌人前进一步。他身上的功勋是命换来的，他流的血是为这个国家，为千万像你一样的百姓流的。我父亲虽然现在退居2线休养，但他依然是军人，他的记忆属于军队，他的荣誉属于所有受过他恩惠的人。他用他戎马一生的荣誉作保。林夏楠就是英雄林建军和苏梅的亲生女儿，这份证明难道还不如一份来历不明、时间蹊跷的所谓收养证明吗？当然，陆老长官的人格和荣誉就是最硬的铁证。这份证明，我们督军府办事处完全采信。林夏楠小姐的身份予以确认。谁要是敢质疑这份证明，先问问那些长眠地下的英魂答不答应？问问历史和良心答不答应？林建国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们也是怕孩子被骗。哼，陆老长官亲自作证，你说是骗？看来这篇报道，我不光要写林夏楠小姐寻亲，还得好好写写某些人是如何为了私利污蔑英雄、欺辱英雄遗孤的。长官饶命啊！我们没文化，我们不懂事儿，我们就是想带孩子回家，我们没坏心啊！够了，来人，把这2个人带下去。慢着，王处长，有些账得现在算清楚，不然等他们出了这个门，我又得背上小偷的罪名。你承认了，你自己承认拿了钱，53块大洋，那是我们全家的血汗钱。血汗钱？既然我是烈士遗孤，那按照规定，英雄子女由亲属抚养，是要发放下拨抚恤金和生活补助的。处长，国家的抚训标准我不清楚，但这笔钱应该不是小数目吧？没错，按照规定，双英雄家庭抚恤金和生活补助费都会比单英雄家庭更多。叔叔，这18年来，这笔钱我1分都没见过。我穿的是你们剩下的破烂，吃的是弟弟剩下的红薯皮，学都没让我念完。那笔钱去哪儿了？我那是攒着，怕你乱花。攒着？攒到要把我卖给混混换彩礼？攒到我想来证明父母的身份，还得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属于我的一点零头？那53块大洋本来就是我有权支配的抚恤金中的一部分，我拿回属于我的钱，作为来寻亲的路费，这叫偷吗？这叫取回公道。这哪里是偷窃，这是自救。林建国，你做的所有事可都是重罪。重罪。大家的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！啊，别抓我们没犯罪，钱都在家里存着呢。不对，花了一些，但那是养孩子的钱啊。是不是犯罪？等组织追查了账就知道了。这是属于林夏楠小姐的抚恤金，你们要是拿不出钱，那就去牢里解释吧。我不去坐牢，我不去！都是他，都是这个杀钱刀的。当初我就说给他改个名就没人知道了。这杀钱刀的非不听，还说懒得费那劲儿，说反正也没人查，这下好了吧？啊，就是这个名字出事了，就是这个名字把那当官的招来了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不打自招？上一世
我被这对夫妻骗得团团转，这时看着他们狗咬狗，倒是勉强出了一部分气。听清楚了吗，王处长？刚才这句话应该不需要再找证人了吧？不用了，这句话比什么档案都管用。记下来了，一字不差。这种为了私利隐瞒英雄遗骨身份，甚至企图抹杀英雄存在痕迹的行为，简直是令人发指。这篇报道我一定要发到《临江日报》上去。我都说了什么？完了，全完了！带走！我不走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被逼的呀，处长。夏楠，你帮婶子说句话，婶子给你煮过鸡蛋啊！煮鸡蛋？那不是为了把我养胖点，好卖给张铁柱换彩礼吗？他也有脸提。婶子，那2个鸡蛋我会折成钱，算在你们贪污的抚恤金里扣除掉，剩下的1分都不能少。带走。我是被逼的，不是我没死。把这2个人带下去，看起来等待后续处理。小林姑娘，让你受委屈了，是我们工作还不够细致，让你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，我向你道歉。不必，英雄的女儿，腰杆要直，除了父母和祖国，不用向任何人弯腰。陆征，谢谢。是我该做的。陆征，你也辛苦了，这份证明来得太及时了。小林姑娘，你的身份既然确认，关于被侵吞一事，我们会彻底清查，1分不少的给你追回来。谢谢你。另外，我希望能得到一份书面的身份确认文件。当然，我亲自来办。钱记者，关于报道，王处长，小林姑娘，这篇报道我必须写，标题我都想好了，老将军仗义迟延，英雄女忠德证明。这不仅是为小林姑娘个人，更是为所有可能蒙受不公的英雄后代发声。好，我们支持正当的舆论监督，报道出来也能推动地方上更重视此类问题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关毅住着还习惯吗？特别好，还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打了电话，根本不会让我住进去，更别说还免了介绍信。那是你应得的，你的事我们本来就应该管。管是一回事，具体办事的人怎么做又是另一回事。这世上锦上添花的人多，雪中送炭的人少。陆先生，这份情我记下了。别总把情分挂嘴上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抚恤金追回来，你是想上学还是想工作？我想参军。为什么非要当兵？夏楠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房子、钱、安稳的工作，不用去当兵吃苦。我父母为这个国家没了，他们没走完的路，我想接着走；他们没救完的人，我想接着救。陆先生，我不怕死，我只怕活得没有价值。好，既然决定了，那就别回头。我们督军府不养闲人，更不收懦夫。你想走你父母走过的路，那就得做好脱几层皮的准备。陆先生，我这人命硬，以前我在苦水里泡打，也没见阎王爷敢收我，脱皮掉肉算什么？只要能活出个人样来，把骨头敲碎了重长，我也乐意。只要你能通过考核，我在部队等着你。一言为定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那个来告状的丫头，好像真把她叔叔婶婶给送进去了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？那还有假？
我刚才路过大楼，看见卫兵拖着2个人出来，那女的哭得跟杀猪似的，别提多惨了。这就叫恶有恶报。不过那个丫头也是个狠角色啊，听说看起来柔柔弱弱的，心眼儿可不少。什么狠角色？不过是会装可怜吧。有些人天生就擅长利用别人的同情心。方瑶说的对，我也觉得。陆征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天。陆征，刚才我们还在讨论林小姐的事，她做的那些事，手段虽然有效，但终究不是那么光明正大，有些捷径走多了未必是好事。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别人，这姑娘段位还是太低了。方彤，方瑶，你身上穿的是医校的制服，学的是救死扶伤的本事，可嘴里说的却是嚼舌根的混话。英雄的女儿在前面深渊昭雪，你在背后冷嘲热讽，这身衣服你穿不觉得愧得慌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是哪个意思我不关心，但我提醒你一句，这身衣服穿在身上是为了保家卫国，不是为了让你们在这里嚼舌根子。走吧。好。方瑶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我和他早就没关系了，他爱跟什么人混在一起，关我什么事？我们走。你先说。陆先生，刚才那位方瑶小姐是你的前女友吗？林夏楠小姐。到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认为有必要向你做一个正式的说明。我不希望你对我有什么误解，尤其是在作风问题上。我听着。我和方瑶算不上什么男女朋友，我父亲和他父亲是老战友，我和他又一起长大，所以两家大人有意撮合。那是相亲？算是吧。在双方家长的安排下，我们接触过几次，一共吃过4顿饭，2顿是在饭堂，2顿是在饭店。饭店的时候都有双方家长在场，看过2次电影。除了这些，没有任何越界的行为，连手都没牵过，更没有写过信，互送过照片或者信物。这男人明明是一张冷得能冻死人的脸，解释起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怎么这么可爱？陆先生，你这是在向上级做汇报，还是在跟我解释啊？我是怕你年纪小，听了些闲言碎语产生误会，尤其……陆征先生，我年纪是不大，但看人看事心里有杆秤。方瑶那种人，怎么想怎么说，我根本不在意。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不用听别人说，我自己会看。你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人，这就够了。对了，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的？我想问你，饿了吗？饿。陆先生，让我请你吃顿饭吧。我有钱，不用你。你帮了我这么多，救命之恩，安身之所，还有刚才的维护之情，如果连这个表示感谢的机会都不给我，那我会很难受的。英雄子女不吃嗟来之食，也不欠不明不白的情，这顿饭必须我请。好，听你的。你好，一份东坡肉溜干煎清炒时蔬，再来2碗米饭。好嘞，您稍等。太多了，吃不完。陆先生，我知道你们当兵的胃口大，再说救命之恩、安身之所，还有今天的维护之情，哪一样不值得我好好谢谢你？这顿饭必须我请。好，听你的。尝尝，据说这是临江一绝。陆先生，关于参军的事，我是认真的，而且我想先进军医学校，然后再进战地救护队。战地救护队，那是技术岗，竞争最激烈，训练也最苦，为什么要选最难的路？因为我想学真本事，想在战场上
真的能救人，而不是只能被救。今天方瑶的话虽然难听，但也提醒了我，我不能永远做个需要别人同情保护的受害者。我想拥有保护自己，也能保护别人的力量。我想站在和你们一样的高度，成为能并肩作战的战友，而不是拖后腿的包袱。陆征，我想成为你们的战友，而不是你们的包袱。浩哥，今儿个想吃什么？听说有新到的黄河大鲤鱼，随便挑贵的上。哟，这不是我们陆大少爷吗？在边境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啃了半年沙子，终于舍得爬回来了。怎么，是混不下去了，还是听说方瑶要嫁人了，着急回来看看？陈浩，有事？没事就不能叙叙旧，这就是你在边境找的相好。陆征，你这品味可是越来越独特了啊！放着好好的方大小姐不要，喜欢这种土里土气的村姑。陈浩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这位是英雄遗孤林夏楠小姐。浩哥，别惹事儿，这就是前几天桂园那姑娘，记者都来了，现在有名有姓，碰不得。哦，原来是英雄遗孤啊！失敬失敬。我说呢，陆大少爷怎么突然转性了？原来想给自己脸上贴金啊！陆征，你现在回来有什么用？方瑶家里早就给他物色好了对象，家境前途哪样不比你强？你也就是个死心眼上前线的命，装什么大情圣？这位陈先生，看您穿着谈吐，也是个体面人，怎么说起话来比我们乡下嚼舌根的长舌妇还不如？你个死丫头说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您嘲笑战友，侮辱英雄遗属，拿别人的私事和牺牲来攻击取乐。您的体面和教养，是就着这桌菜吃进肚子里了吗？还有，陆先生在边境守卫国定，吃风沙流血汗，是为了让你们这些人能在城内安安稳稳的吃香喝辣，不是让你们在这里对他冷嘲热讽，摆少爷架子的。姑娘说的在理，就是人家在前线拼命，这几个道行够了。陈浩，我以前只觉得你蠢，现在看来你还坏得低级。你想干什么？打人可是犯纪律的。打你，脏手。吃饱了吗？饱了。我们走。陆征，你别得意！我都听说了，这丫头想当兵，还想进战地救护队。你知道这次招兵，战地救护队的考核是谁在把关吗？只要我打声招呼，他就别想过。陈浩，管好你的嘴，你父亲司长的位置，我随时可以换人。怕吗？怕什么？你的督军身份吗？你知道了。当然，你装的未免也假了。王处长他们看你的眼神和听到你名字后的反应都很明显。那看来我演技确实是不太行了。不过陈浩没说谎，他父亲确实有些影响力，连我都一时半会儿无法奈何他。而且他本人这次也通过关系，在军医学校的筹备组里挂了个名。他若要从中作梗，会比较麻烦，是我连累你了。陆督军，你是不是太小瞧我了？要是连这点绊脚石都踢不开，我还当什么兵？再说了，能决定我林夏楠命运的，只有我自己，还有考核的成绩。至于陈浩，他越是捣乱，我就越要考出个让他无话可说的成绩。我要做那个唯一的他动不了的特例。很奇怪，你好像一点都不怕我，也不怕这些麻烦。我为什么要怕你？
你又不会吃人，麻烦来了解决掉就是了。正常人在知道我的身份后，都会选择保持距离，怕惹上麻烦。而且陈浩有句话没说错，我可能真的会一直待在前线部队，那里很危险。林夏楠，我走的是一条很多人看来送命的路，你跟我走得近，以后只会给你带来更多像今天这样的麻烦。陆征，你看着我。你觉得你父亲还有我父母，他们走上战场是因为那条路有出息吗？不是，他们是为了这个国家，没有退路。那你信这个国家，信这支队伍吗？信，但那就把心放回肚子里。乌云遮不住太阳，湖水也泼不脏真正的赤金。你父亲是功勋卓著的老督军，你也是我见过最有担当的军人。你们走的路，或许现在有些人看不懂，但时间会证明一切。甚至我可以跟你打个赌，不用太久，那些因为你们选择艰难道路而投来的亲事，都会变成敬佩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凭我相信你，也相信公道和人心。就像我最终相信我的父母一定会沉冤得雪一样，正义或许会绕路，但绝不会缺席。陆征，坚持你认为对的事，其他的交给时间。对了，陆征，既然陈浩可能在考核中使绊子，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笔试成绩考到一个他即使想动手脚，也根本不敢、不能下手的高度。你想考第一？不，我要考出断层的第一，高到让他所有的手段都变成笑话。所以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需要我帮你什么？书，所有初高中文化课复习资料，国文、算术、常识、时事，还有战地救护队考核肯定会涉及的医学基础书籍，解剖、生理、急救、药理，越多越好，越难越好。另外，有没有办法帮我招点外语书？外语，现在的招兵考试不考这个。以后会用到的，而且本事在身，遇事不慌，说不定哪天就能用外语救个国际友人了呢。好，我想办法，明天给你。谁？陈伯，是我，陆征。陆征，哼，有门不走，学贼翻墙。看您年纪大了，起身开门麻烦。陈伯，我想借几本书。书？你是嫌你爹在疗养院过得太清醒了？不是我看，给人备考用的。他想考军医学校，国文、算术，还有医学基础，老教材也行。考军医学校？谁呀？这么想不开？陆少爷哟，去吧，在地下室左手边第3个架子最底下有几个木箱子，里面是以前医学院处理旧书时我捡回来的一些教材和资料，有些还是外文的。至于文化课的书，右边墙角的麻袋里有一些旧课本和习题。谢谢陈伯。早。早，你一夜没睡？给，刚出笼的肉包子，趁热吃。书在里面，有些比较旧，繁体字，还有外文的，你凑合看。那几本医书是战前医学院的老教材，很系统，但比较深。笔记本是我以前在陆军大学时一位教官的课堂笔记复印件，里面有当时能找到的一些外军的医疗装备介绍和部分英语术语，可能对你有用。陆征，这份情
太重了。书是借的，笔记是旧的，不值什么。考不上也没关系，别太拼命。放心，为了这些书，为了这本笔记，我也得考个第一回来。这一大早就开始用功了，临时抱佛脚有用吗？陆征，你没告诉他这次考试的笔试题是我特意从英国搞来的内部参考，跟你们平时看的那些破烂玩意儿可不一样。林夏南是吧？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这次的题是国外大学考试的试题，解剖病理药理还有外语文献摘要阅读，就你认得几个字？我敢打赌，你要能考及格，我陈浩2个字倒着写。陈浩，你公报私仇。这叫高标准严要求，择优录取。怎么，怕你的小村姑露怯？怕就趁早滚蛋，部队不是收容所。国外大学的内部题，那是给洋人准备的，难度极高。这次考试，看来他是真想把我按死在笔试线上。陆征，你说要是他出的题太难，结果全场只有我一个人高分通过，他的脸会不会比这包子还肿？会。我开玩笑的，满分太难，但高分我很有信心。我回去看书了，时间紧迫。林小姐，王处长请你去办公室。好，马上来。小林，坐。这是专案组的成员，也是治安署的副署长。关于你父母的抚恤金一案，已经有了初步结论。另外，关于抚恤金的问题，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恶劣。这起案件性质极其恶劣，嫌疑人林建国、张翠花不仅涉嫌虐待英雄遗孤，更涉嫌贪污巨额抚恤金。具体有多少？经过审讯和账目核对，自你出生的18年里，他们以监护人名义累计冒领各类抚恤金、生活补助、特别津贴，总额高达1200块银元。混账！我记得那个铁盒里的存单只有300多。那是他们挪用的零头。这个是在林建国缝在棉袄内层的暗袋里搜出来的，里面有现大洋500多块，其余部分已被他们用于购置田地、房屋、贴补娘家以及多年挥霍，目前正在追回。还有一事，当年你父母牺牲后，抚恤金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还包括你的祖父。你祖父在你父母牺牲后次年病逝，林建国利用你祖父不识字，私刻印章，将你祖父那份赡养费也一并冒领，直至老人去世，未曾见过分文。林建国、张翠花，你们的心是漠然的吗？目前，林建国、张翠花已被正式逮捕，将以贪污、诈欺、虐待、拐卖人口等多重罪名提起公诉。这是目前已追回的部分，45块银元。小林，这笔钱督军由特批，简化手续，全数归还于你。这是你父母和祖父留给你安身立命的本钱。谢谢督军，谢谢你们，为我父母，也为我祖父讨回公道。王处长，我想回老家一趟。回林家？他们还关着你回去做什么？迁户口。我要把我的户口从林建国的户头下独立出来。独立出来？报名？小林，你是真想参军呢？是，这是我父母未走完的路，我想接着走下去。你有这个志向是好的，你是英雄儿女，按政策，我可以帮你申请去后勤或通讯部门，这些岗位对女生来说更安稳。王处长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我不想去后勤或通讯，
那你……我想进战地救护队。小林，你知不知道战地救护队意味着什么？那是技术兵种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今年名额少，要求极高，而且训练苦，要学战地救护，要跟着部队机动，甚至上前线，比普通兵种危险辛苦10倍。你这身子刚养好点儿。王处长，正因为难，正因为危险，所以才更要去。为什么？放着阳关道不走，非要闯独木桥？因为我见过死亡，我父母倒在异国他乡，我虽然没去过战场，但我知道那种绝望。话务员传递的是消息，后勤部保障的是物资，都很重要，但卫生员是在跟阎王爷抢人。好，说得好！既然你有这份志气和觉悟，我支持你。有任何困难来找我，我帮你解决。谢谢王处长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爸妈、爷爷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做到了。你们的女儿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姓名、年龄、籍贯，把户口本和介绍信放这里。林夏楠，18岁，原籍林家庄，现独立户口。这是我的介绍信。林夏楠。